绝世神迹那可是唯有一些超神巅峰势力中才有的存在。至于超神势力，恐怕也难有绝世神迹，毕竟这等神迹可不是人人都有。在震惊了片刻之后，萧炎也是继续询问道：“前辈，这神行7步不应该有7步吗？为什么信息之中只有6步？”听得萧炎的疑惑之后，无量神山之主回答道：“那最后一步我也不知道，这是很久以前在一处古神迹中意外得到的。这道神迹名称就叫神行7步。至于为什么只有6步，我也很纳闷。后来以我的实力，也无法发挥后2步，我也就没有将最后一步记在心里了。”只有6步的神行7步，萧炎暗自微惊起来。看来那最后一步，怕是已经在那古神迹就已经失传了。而且就连无量神山之主这等巅峰天位神都无法将第5步和第6步施展出来，就已经说明这道身法神迹极其的强大。从其中几步上来看，虽然是能够逃跑的神迹，但是那雷步和逍遥步就是能够做到可攻可守的地步。特别是后者，一旦施展就能够远程削弱对方的战斗力，既能近身攻击，也能远程伤人，甚至爆发力更是变得极强。但就是不知道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萧炎目前就不太清楚了。如果真的是绝世等级的神迹，那么这道神行7步怕是让自己捡到漏了。没想到这无量神山之主竟是如此的大方，一出手就是送给自己彩色神亮天元池以及这绝世神迹，这2样东西都是别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可就是这样的事情在萧炎的身上发生了。如此强大的声波神迹，就算是最后那一步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了，至少以后这道身法神迹将会是自己底牌之一。小兄弟，我能够给予你的东西就这2样了，不管以后在哪里，最重要的还是靠自己。我相信你的潜力无限，日后怕是能够达到老朽这样的高度，甚至还会超越。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大周未来的希望，也期待你未来能够登顶神界之巅。一般无量神山之主是不会对一名3重天位神的神只会这样夸，能够得到他如此的赏识，怕是萧炎那变态的天赋以及那焚神之力的缘故，让得无量神界这位天花板都会如此看好萧炎。萧炎也是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自己虽然天赋异于常人，可是能够得到一名9重天位神的巅峰强者如此看好，也是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了。但是萧炎而已，不会一直在谦逊下去。既然对方对自己都抱有如此希望，自己也不会让对方失望。然后表情认真坚毅的道：“前辈，感谢你对小辈的赏识，不管我日后有什么样的成就，我一定会尽自己的全力去做。”听到萧炎这坚毅的话语，无量神山之主拍了拍萧炎的肩膀，哈哈大笑了起来，道：“不错，小兄弟好气魄。那么既然如此，我也就不打扰了。我也准备闭关去领悟大道，为突破天位桎梏去做准备了。日后再会了，小兄弟。”无量神山之主的话音刚落，他的身影就在萧炎的眼前缓缓消失不见，只留下萧炎一人望着那充满希望之光的天际之上。经过这一次的无量神渊之行后，萧炎更是要尽快的去提升自身的实力了。如今自己有着彩色神亮天元池和灭世神火本源，这2样东西都是能够让自己加快提升修为的神之资源。但是对于萧炎而言，他必须要尽快突破到5重天位神，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进入诸神万界的资格，不然以3重天位神进去，那就是直接死路一条。吸收彩色神亮天元池的话，我的实力怕是只能突破到4重天位神，所以还是先炼化灭世神火本源吧。萧炎的心中毅然决定，开始对灭世本源先入手。这排名第3的灭世本源，其中的能量极其的庞大，如果将其炼化，自身的实力必定能够从3重天位神突破到5重天位神的层次，甚至达到5重天位神巅峰。萧炎这般提升的速度，如果让其他人知道了，怕是又会震惊他们所认知的范畴了。从3重天位神突破5重天位神，在整个第1等级世界能够做到的都是屈指可数，有些神只做梦都没有这样想过。连升2个小境界，在天位神之中都是极其罕见，更何况4重天位神和5重天位神之间就是一个分水岭。因为一旦突破到了5重天位神，那么体内的天位海就会产生蜕变，也就是变成天位星辰海。天位星辰海之中的力量比之前的天位海更加的可怕强大，因为那是由诸多颗星辰形成出星辰之海，而星辰之海中的每4颗星辰海可就有着堪比4重天位神的力量。如果是10颗、数百颗星辰形成出来的星辰之海，那会是多么的恐怖力量，足以可以想象出4重天位神和5重天位神之间那萤火皓月的巨大差距。这也就是所谓的分水岭，一旦突破到了5重天位神的领域，可以有着在诸神万界创立属于自己的超神势力。这就是为什么要突破到5重天位神的实力时，再去诸神万界闯一闯。旋即萧炎便是将神魂释放了出来，在这方圆100万里中找了一处神元之气最充沛的地方，走，一字落下，萧炎的身影瞬间消失，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数几10万里之外的一处区域瞬移过去。此时一处非常广阔的地方，这里全是奇形怪状的礁石，只是这里的礁石却不同寻常，因为这些礁石之中竟然散发出异常磅礴的神元之气，这但是让萧炎感到吃惊。没想到无量神界之中还有如此一个奇异的地方，
而且这些神元之气比起万兽神界更加的浓郁精纯。看来每一个神界之中的排名也决定了不同的程度的资源抵御。这里的神元之气可真浓郁啊！就在这里炼化灭世神火本源吧。五重天位神，我萧炎即将突破。心里默念完之后，便是找了一块地方盘腿而坐，催定体内的神元之气。神魂也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万里之外形成了防御罩，隔绝了外界的影响。焚诀空间，小家伙，这次你可谓是大丰收啊！此时冯老的身影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萧炎的眼前，笑眯眯地看着对方。冯老，你出现怎么都没有声音啊？萧炎有些无奈的道。呵呵，我本为焚诀之灵，怎么可能会有声音嘛？冯老淡淡的笑道。看着眼前的这位淡金色头发以及那双金色瞳孔的冯老时，萧炎其实有着诸多心中想法想要说出来，但是还是暂时先忍住了。目前最为重要的就是先将自己的实力突破到五重天位神，然后去神指联盟将灵动和沐尘救出来。同时萧炎也想要看一看这神指联盟之中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一切就要自己去揭晓答案了。萧炎直接翻了翻白眼，然后找了一处地方坐了下来。由于找了一处充满浓郁精纯的神元之气之地，此时的焚诀空间内也弥漫着浓郁的神元之气。冯老，我想尽快让自己的实力突破五重天位神，我需要长时间在焚诀空间之中炼化灭世辈本源了。外界如有什么异动，一定要帮助我掩护下。萧炎连续突破2个小境界，可不想被其他事情打扰，而且无量神界如此之大，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什么势力会不会误入他的修炼领地中。好小子，竟然都要使唤我为你做这些破事了。放心吧，这里十分安全，你就好好炼化你的灭世本源吧。这9道神火排名第3的灭世本源可不是那么好炼化的，而且它虽然已经被抹除了灵智，但是次元生态的神火本源同样是非常的霸道恐怖，特别是那灭世9日，小心被攻击了。冯老这般说的时候，好像非常清楚灭世的所有事情一般，这也让得萧炎眼皮子微微跳到了起来。但现在的萧炎即将炼化灭世本源，也无暇想那么多事情，将自己的神魂力量以及神元之气催动到极致，将灭世本源从那界之中召唤了出来。一道紫色的火莲花缓缓在萧炎的手掌心中旋转着，随着灭世本源的出现，竟是将焚诀空间的每一处地方都充斥着一道道无比滚烫的炙热感。要不是萧炎对火道有着极深的造诣，恐怕也早已经被这些滚烫的炙热能量给焚烧成虚无了。饶是如此，萧炎依旧觉得自己的皮肤上传来火焰焚烧的嗤嗤之声，真是好恐怖的火神本源。第3名的灭世神火果真强的可怕，就连萧炎体内的三昧和幻虚2道神火都开始颤抖起来，然后直接不听使唤的冲了出来。三昧和幻虚皆是出现在了萧炎的正前方。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萧炎也是微微惊叹，什么情况？为何三昧幻虚见到这灭世本源如此的惧怕他？萧炎的眼瞳中似是有着火芒闪过。就在萧炎吃惊疑惑时，三昧和幻虚2道神火也发出嗤嗤之声，就仿佛在和灭世交谈一样。当然，神火之间的话语交流自然是萧炎听不懂的，不过3道神火本身交谈自然是听懂彼此的语言。幻虚，这股本源力量好像是灭世那家伙的，难道主人将灭世都给收服了？三妹一脸吃惊地盯着萧炎手掌心中的那道紫色火莲花。应该是没错了，这股熟悉的本源就是灭世那家伙的。感受到那熟悉的可怕威压散发，幻虚直接一口咬定，因为当初在万火神域之中的排名之战，自己被那灭世差点轰炸成渣。不过他们的话并没有得到灭世的回应，这也让得三妹和幻虚有些惊异。这可不是他们所认识的灭世。当年灭世9日一出，他们这些神火可谓是到处乱窜，那场面极其的狼狈不堪。讲起这些往事，三妹和幻虚都有点受不了。他们曾经可都是万火之神，个个都是极其的霸道高傲。后面因为神火排名之战后，就有了神火排行榜，幻虚最后1名，三妹则是第6名。而灭世靠着自身的灭世9日以及自身强大的火神本源，直接横扫了第3名之后的所有神火。灭世本以为自己最强，殊不知还有另外2道神火的本源，更是恐怖至极。三妹和幻虚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时候的场景，回想起来，心底里都情不自禁地打颤。连灭世这等恐怖的毁灭本源都不是对手那2道神火的对手，身为排名第6和第9的三妹和幻虚更不用多说了，仅仅听到那2道神火的名字，都要吓得狼狈逃窜了。旋即，他们从那回忆中回过神来，不过见内灭世依旧没有动静，心头也是带着一丝疑惑。灭世这家伙是什么情况？在他们凑近一看，便是发现灭世的那道紫色火莲上竟然没有了自主意志。原来是没有了自己的意志了，这真是意想不到啊！之前果真被直接打回了本源，好似三妹和幻虚在幸灾乐祸一般，仿佛他们也为此出了一口恶气。当年他们俩在排名之战时，可受了不少灭世那毁灭的力量轰炸。哈哈，没有了意志，真是对他自己才是最好的。看来刚刚我们是白担心了。说完之后，三妹和幻虚仿佛极其开心的直接回到了萧炎的体内，这让的萧炎有些莫名其妙。刚刚还站立不已的2道神火，怎么一下子居如此的开心了一般？不过萧炎也并没有想那么多，
直接将神力和神魂的力量催动到极致。自己的灵石进入到了灭世本源之中，萧炎的灵石瞬间就出现在了一处充满神秘的空间之中，周围弥漫着紫色的气息和毁灭的能量波动，而且这里的温度好像越发的炽热起来，明显的听到自己的皮肤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并且体内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化为血气从毛孔中蒸发出去。看见这一幕，萧炎的双眼瞪得很大，脸上也是浮现出一道震惊之色。滚烫的气温让自己都感觉到了不适应，这灭世被打回本源了，怎么还那么恐怖？每一处都充满着毁灭之气，再这样下去恐怕不行，不然还没炼化神火本源，自己就被这本源仙给吞噬了。萧炎一鼓作气，直接催动了焚神诀，焚神之力一出，刚刚还在不断蒸发出去的血气瞬间被这道奇特的焚神之力给压制了回去，一道道金色的力量化为光晕，直接是覆盖在了萧炎的皮肤表面上，而且还可以清晰的见到自己的血液、骨骼、经脉之中都有着焚神之力在游走着，同时也让萧炎的精神提了起来，所有的炙热感都有所减弱，仿佛还有着和极其舒适之感，由内而发。自从炼化了2道神火之后，这焚神诀的力量更是比之前的强大了一些。此前焚诀提高功法等级的时候，好像就是靠着一火的吸收，逐渐的提升功法等级，而这焚神诀似乎也是如此，吸收的神火越多，那么焚神诀的力量也会随之越强大。至于能够强大到什么程度，怕是没人谁能够知道了，唯有创造焚神诀的那个人或许才知道焚神诀的真正等级在什么层次吧。灭世的灵智已经被打散，如今的本源应该就好吸收一些吧，毕竟没有任何的意志存在，只要有焚神诀在，所有的神火都难逃焚神之力的吞噬炼化。萧炎双眼微眯，直勾勾在这神秘紫色的空间之中，目光扫视了一番后，刚想迈出脚步往深处一探究竟的时候，刚刚那消失的炙热之感此刻又愈发的在萧炎的皮肤上出现，把刚要迈出去的脚也收了回来，疑惑了起来，心想着难道是焚神之力失效了？但是这应该不太可能啊，萧炎一直运转着焚神之力，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不过萧炎的目光扫视四周时，总感觉有不好的预感，就好像自己被灭世本源给包围了起来，不可能凭空出现这样的情况，除非萧炎后退了几步，看了看前后左右都没有异常之后，突然间他似是感应到了什么一般，直接将自己的头缓缓抬起，也就是这一抬头之下，他的瞳孔竟是急速的收缩，脸上被一股震惊之色所代替，就仿佛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事情。九轮大日，看着自己的上空处竟然突兀间出现了9轮大日，而且每一个紫色大日的热量散发就已经让萧炎承受不住，更何况是9轮大日，这简直就是能够炙烤一切的生灵万物。就算是身为神的萧炎，身体都感到被9轮大日炙烤的滚烫之感，仿佛再待上1秒的时间都要彻底的被焚烧成虚无。如此强大的本源能量，怕是不好收服炼化了。萧炎强忍着身上涌出的汗水，以及毛孔之中又有血气开始蒸腾而出，这灭世本源没想到失去了灵智之后还如此的反抗，还真是不得其解啊。既然如此，我便让你尝一尝被神怒轮回吞噬的滋味。三昧幻虚地炎融合。在萧炎的呐喊声之下，一道混色火焰以及炫白色火焰出现在了自己的手掌上，并且将焚神诀的力量催动到了极致。随着金色能量灌入这2道火焰中后，便是很快就成功的将三昧和幻虚地炎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而就在这融合之下，其周身此刻竟然多了一层神圣的光辉，光辉中有着无数小颗粒的星点徐徐上升，散发出极其可怕的能量波动。然而随着萧炎施展出如此可怕的力量后，上空处的9轮大日也是感受到了这股强大的力量后，竟是有了异动。那9轮大日竟然开始耀眼的闪烁起来，而且随着这些耀眼闪烁起来后，9轮大日的能量也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毁灭危险之气朝着萧炎笼罩过来，毁灭的炙热力量直接将空间都硬生生的蒸发崩裂，爆发出恐怖的毁灭气息。这股毁灭之力毫不夸张的说，能够在一瞬间摧毁世间万物的一切，就算是7重天位神，在这股力量下怕是都得避之锋芒。如果硬要去对抗的话，那么只有重伤的下场。这灭世本源还真是不给萧炎一次机会，一出手便是杀招，连7重天位神都会重伤的毁灭力量。萧炎就算施展神怒轮回，怕都是极其的没有胜算吧。但是既然想要炼化灭世本源，就必须将其击败，不然的话自己可是连炼化灭世本源的机会都没有。这本源比起之前炼化三昧和幻虚时更加的困难十分，不愧是排名第3的灭世神火，这本源简直强的可怕。随着毁灭力量已经将萧炎笼罩，那9轮大日也在瞳孔中逐渐的被放大。下一刻，萧炎的手掌上出现了一道奇异的圆环，圆环的边缘呈现出多种绚丽之色，外围还有一层被神圣的光辉包裹着，并且圆环中所散发出来的力量也是极其的恐怖，因为那就是神怒轮回的轮回之力。不管是什么能量，只要被吞噬吸入圆环中，都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神怒轮回，去吧！萧炎的话音一落，奇异圆环逐渐的以萧炎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而去，圆环直接朝着9轮大日吞噬而去，并且将整个这里的空间都要吞噬在那黑暗的圆环之中，更是可以清晰的看到圆环的所过之处，空间如有水波一般荡漾了起来，道道虚实的涟漪波动无尽的扭曲着。很快，
那9轮大日直接被那神怒轮回的巨大黑洞给吞噬在了其中，所有的炙热气息也在这一刻减弱。瞬间，那圆环中爆发出了响彻天地的能量爆炸声，4室里面有着多道力量正在相互碰撞，看来有效果。见到那9轮大日被神怒轮回吞噬进去后，萧炎以为就能够击败灭世，结果他还是太过天真了。下一刻，那巨大的黑洞上竟是看到了一道裂缝，其中有着紫色的火光升腾着。随着一道又一道的裂缝撕裂声响起后，整个神怒轮回的圆环瞬间爆裂而开，化为漫天星点，消失不见。那9轮大日竟是直接硬生生地脱离出了圆环之中的轮回之力，这也是萧炎首次见到自己的这一招被灭世本源这么轻易的破解。9轮大日又一次的出现在萧炎的瞳孔之中，刚刚减弱的炙热能量再一次的飙升，并且那9日直接朝着萧炎爆射而来，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瞬间涌上心头。不好！萧炎怒喊一声，想要催动神力躲开这9轮大日的攻击，结果还没动身，那9轮大日直接将萧炎所有的去路团团围住。而萧炎立于9轮大日之中，感受到这些大日的恐怖毁灭气息，就算是萧炎也是没有任何赢的希望。这灭世神火果然还是不那么好炼化的，远远超出了萧炎的能力范围。这灭世之威一旦成为自己的力量，那日后怕是能够越级战斗了。虽说在天位神之中无法越级战斗，但是只要收服了神火，那么就可以打破这个无法越级战斗规则。毕竟神火乃是大纣所孕育的神物，那力量也是恐怖至极的存在。萧炎现在怕是危险十分。那9轮大日冲破了神怒轮回的力量后，开始不断的膨胀，散发出炙热毁灭气息，直接令得萧炎的身躯上出现了灼痛之感，体内的血液蒸发更加的快了起来，就连神魂都是被其所影响，所有的力量都被9轮大日的恐怖能量所压制，根本无法施展。再这样下去，恐怕萧炎真的要被焚烧殆尽了。无数的汗水滴落和血气最后一期蒸发消散，萧炎的衣袍都是瞬间被焚烧成虚无，那强壮有型的身躯便是裸露了出来。但是此时的他已经感受到了一种危险，这种危险感竟是让得自己如此的无力抵抗。难道真的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看来在灭世面前，萧炎依旧是太过的弱小。3重天位神的实力根本无法吸收拥有着7重天位神巅峰的灭世本源，还是力量太弱吗？萧炎表情逐渐的狰狞，身躯也都开始逐渐的被焚烧融化，血液更是喷涌了出来。他不甘自己经历过无数生死，才达到了如此的成就，他不甘就这样陨落于此。灵动牧尘还需要等着自己去救，以及自己最重要的那些人需要守护，所以自己不能死。虽然实力弱，那就彻底的爆发焚神之力。我就不相信我萧炎无法收服这道灭世本源。萧炎心中的坚决异常的坚韧了起来，想起自己还有很多事情都未完成，可不能就这样陨落。目光之中有着金光闪烁，瞬间一股极其神圣强大的力量暴涌而出，使得萧炎的漆黑瞳孔都变成了金色瞳孔，看过去十分的神圣，并不可侵犯的一种感觉。焚神二火4字从萧炎的嘴中低沉暴喝出来，那金色的奇特力量彻底的被释放了出来，自身的实力也从3重天位神飙升到了4重天位神巅峰，并且想要配合圣龙营的准绝世神技来冲破包围，不然的话萧炎今日必定会陨落于此。有了焚神二火的加持，自己的实力也是达到了目前极限的状态。那一双金眸仿佛是一双极其拥有智慧一般，从中散发出无比奇特的惊人能量，充斥了整个空间，并且金色力量化为一道道能量条，不停地进入了9轮大日之中。竟是在那一瞬间，9轮大日剧烈地颤抖了起来。这诧异的一幕尽收萧炎的那双金眸之中。然而此时，在萧炎后方的遥远空间上，一双巨大的金色眼瞳浮现，一道无形的力量悄无声息地洞穿这紫色神秘空间，直至9轮大日而去。还没等萧炎施展出圣龙营，将萧炎包围在其中的9轮大日，竟是在这一瞬间爆裂开来。随着9道声音的响起，那9轮大日直接就消失不见。但刚刚爆发出来的能量并没有波及到萧炎，仿佛萧炎此时被一道无形的能量所保护，就算是灭世的毁灭力量都无法伤及丝毫。看到眼前的这个震惊的一幕，萧炎当场愣在了原地。刚刚还要对自己攻击的9轮大日，竟是就这样消失了。不会这灭世又在搞什么鬼吧？过了片刻之后，萧炎并没有察觉出什么异样，并且刚刚那危险的气息也消失之后，才缓缓地松了一口气。萧炎还在疑惑间时，刚刚他遥远后方空间中的那一双巨大金色眼瞳也缓缓地消失不见。而萧炎不知道的是，焚绝空间中那一尊由黄金打造的数十米雕像，竟是散发出一道金光。最后这道金光被收回这座雕像的额头处，一道被刻画出火焰的印记之中，那双眼也是紧闭着。之后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动静。雕像的下方四周有着一个巨大圆形的图案，图案中可以看到神秘的金色符文。这些金色符文似乎有一股无形的能量在四周散发着，而且充斥着整个焚绝空间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不知道这些神秘金色符文代表什么，但图案之中有着看似火焰的图文。这些图文总共有9种，这9种火焰图文围绕成一圈，而在这9种火焰的图文中心处却是没有任何的图文表明，则是一片空白。这座数十米的雕像是一位盘腿而坐的男子，完美的精致五官面庞竟有些神圣之感。虽然只是雕像，但这男子雕刻上穿着非常尊贵华丽的衣袍，
整个轮廓都被刻画得非常精美，没有任何的瑕疵。换句话说，这根本不是一位人可以刻画出来的雕像，因为这简直太过完美了。而在不远处，一道身穿淡金色衣袍的身影，一双同样充满着智慧的金眸望着那雕像之处，只是他的脸上倒是挂着一抹微笑的幅度，给人一种极为的神秘之感。如今那恶魔蠢蠢欲动，怕是那些魔神早已经苏醒了，天人界毁灭。看来他们的计划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如果一旦完成9步，那恶魔必将触及引动那个存在，届时真龙降世，混沌虚无，我的脚步应该也得加快一些了。这道淡金色衣袍身影喃喃自语了起来，随后便是消失在了原地。神秘紫色空间之中，萧炎也从震惊中缓缓地回过神来，刚刚的场景依旧在心里久久不散，因为刚刚并不是灭世搞鬼，而是萧炎感觉到一股说不出来的无形力量，它似存在但又不存在。这些问题虽然围绕着自己形成不解的困惑，但既然这事情是对自己好的，也暂时放到了一边。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萧炎对灭世本源的炼化吸收。